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动脉斑块的管理啊。大多数时候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心脏附近的主动脉，还有颈部的主动脉。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心血管疾病方面的斑块。我自己的话呢，这个情况在我改变饮食之前是非常严重的。我在57、8岁的时候曾经去做过一次心血管动脉钙化的检查。心血管动脉钙化是要经过扫描，然后它会给我们一个分数的。正常人完全健康的人是0分。那么如果你的动脉钙化0分到100分的话呢，叫做低风险的；100分到400分是中度风险的；400分以上呢就是重度风险的。当时我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讲解风险因素的医生呢说，如果你的动脉钙化的分数超过1000分的话，我不骗你们啊，他直接说的哈，赶快回家准备后事啊，这是他说的话，原话。意思就是说，超过1000分是很恐怖的事啊。我当年检查我的动脉钙化的分数呢是340几分，那个时候我50几岁，340几分听起来似乎还没有严重到那种需要准备后事的程度啊。但是呢，当时我在学习这个知识的时候，这个医生的演讲，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他即使你的动脉钙化的分数很低，你也不能够忽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的动脉不会随便钙化的，动脉之所以会钙化，是很多复杂的因素导致的。这些复杂的因素可能包括高血糖、高胰岛素、高血压，可能包括很多的慢性炎症等等等等的一系列因素。那动脉会钙化，就是从斑块开始，严重的炎症，然后时间发展了很长时间，炎症很厉害，最后我们的身体呢放了很多的钙到斑块里面去，最后形成了钙化了的动脉血管。钙化了的动脉血管，它的硬度跟骨头一样的，跟骨头一样的硬啊。根据他的讲解说，这个是我们身体保护这个血管不会爆掉的最后一道手段了，把它钙化了。那么他的警告，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能够放松警戒啊，因为他警告我们说，导致动脉血管钙化的因素，如果你不排除的话，你身体其他部分的血管会继续恶化的。他在演讲的时候提醒我们的说，不管你现在动脉钙化的分数是多少，80分、100分、200分，如果你导致它钙化的因素不解决的话，这个钙化的分数会以每一年，听清楚了，每一年15%到50%的速度恶化。意思是说，不管你是几分，在未来的5年到10年里面，你都会超过1000分了。这超过1000分就是一个准备办后事的数值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时我是很紧张的，因为我340几分了，如果我不处理的话，日子不多了。所以我就很努力去学习。当然我跟你们所有人都一样，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那我怎么样逆转我的斑块，我怎么样消除我的钙化。那我跟各位说，已经钙化了的血管斑块呢，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消除的机会了。理论上来说，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有听到某一些案例，他们成功的把钙化消除了，可是这个呢，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科学的研究，它不是一个可以复制的东西，所以不值得我们拿出来跟所有的人分享。但是已经钙化了的斑块是安全的，它不会爆了。但是如果你不把钙化的因素解决的话，你身体其他部分的血管有可能会出问题的，因为那些因素会导致你整个动脉血管到处都会出毛病。那好了，那钙化了就钙化了，就不去管它了。那其他的部分有斑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办法消除我的动脉血管里面的斑块呢？我老实跟各位说，基本上没有，因为斑块是一层一层的，有少数的一些手术可以介入把它剥离，但是呢，手术有手术的风险，它风险不低的，所以那个并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说，我要把斑块拿出来。你把这个地方的斑块拿出来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斑块你怎么办？真正彻底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在哪里呢？如何管理我们的斑块？实际上我们身体形成斑块啊，其实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根据一些长时间的科学研究，10岁以前的小朋友啊，他的动脉血管里面就开始出现脂肪条纹了。脂肪条纹就是斑块的前体了。脂肪条纹的形成跟斑块的形成的机制是一模一样的。那这种脂肪条纹的来源是什么呢？它根本的来源还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环境、代谢背景的不健康，就跟我们平常常说的代谢灵活度僵化、高糖饮食、高胰岛素等等慢性炎症这些因素，你把这些因素放在那个地方的话，你的血管内皮细胞就容易受损。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之后，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就会过去修复那个受损的部位，慢慢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形成脂肪条纹，脂肪条纹的时候你照相看不见的，在时间久了以后形成的斑块你就看见了。这种斑块在有慢性炎症的身体里面它是继续发展的，而这个斑块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它里面堆积的是氧化了的物质，
氧化了的物质就是不好的东西了。这种氧化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认识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的身体会放很多很多的免疫细胞过去，想要去处理这个部分。所以有非常多的免疫细胞就堆积在这个斑块的附近，同样的也是让这个斑块越长越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啊。这个斑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免疫细胞啊，所以如果说你慢性炎症越严重，这里面的免疫细胞就会越多，而这些免疫细胞进到这里面去以后，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结果呢是使得致炎因子也越来越多啊。所以如果你的慢性炎症厉害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的斑块啊，在你的血管里面它就是软软的，里面呢就好像灌脓了一样，你摸了它表面是烫的，烫了就是炎症了，有脓液的炎症就是你的斑块了。这种斑块呢通常叫做软斑块。软斑块如果你去照相的话，你去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你在你的超声波检查的报告上面你会看到说回声不明显，回声较低，回声较低就是软斑块，它用声音送过去，回声很明显就是硬的吗？回声不明显就是软的吗？软斑块就说明你身体炎症严重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采取的对策就是真正要用心解决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问题了。你把慢性炎症解决的越彻底，你把你的代谢健康解决的越彻底，你的斑块越快转变成为硬斑块。你要管理好你的斑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如何消除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让它稳定下来，如何让它从软斑块变成硬斑块。只有这个手段，就是好好的把慢性炎症管理好，好好的把代谢健康，把代谢灵活度找回来。所以呢，戒烟很重要，戒酒很重要，不要熬夜很重要，好好的休息很重要，不要吃高糖食物很重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很重要，吃健康的油脂，让身体从燃烧葡萄糖转变过来燃烧脂肪。这一切的一切对你血管的健康会给你提供非常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管理斑块最终极的目标是要把它从不稳定的斑块改变成稳定的斑块，把它从软斑块改变成硬斑块，它的风险程度就大幅度的降低了。